你有没有发现，越来越多时候，你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想买一个东西，不是因为你真的需要，也不是你早就被种草，而是你之前根本就没有想过拥有它。你本来只是在大半夜刷视频的时候看到别人在吃宵夜，结果看到他们用空气炸锅炸出来的薯条又香又脆，于是在视频下方问链接，立马下单。也许你根本没有想过买美容仪，直到某天刷到能改善你法令纹的机器，每天3分钟使用它，脸部就能被提升等等这类的视频，不仅让你冲动下单，而且还会在不久后被你闲置在一旁。最后还有就是夏日降温的挂脖冰凉圈，不需要你动手的自动嗑瓜子神器，还有零食小推车，主打就是脚不落地就能边看电视边吃零食的生活。要说这些东西没必要吧，听起来还挺有用的呀。这类看似无害的内容，就是让你对别人的生活产生认同感，从而心里就会想，我只需要拥有这件物品，一样也能过上像视频里展现出来的那种美好生活。其实你需要的从来不是这件东西，你只是想要复制出的那种状态，而物品呢，只不过是那个状态的视觉载体。在面对一件商品的时候呢，我们总是会习惯性的去相信，想买这件东西呢是你自己内心真实的需求，因此变成了一种很自然、很理性的决定。但你没想过的是，这种想法是被视频中美好生活的滤镜，以及网络上各式各样的人设所产生出来的幻想。社交媒体上你刷到的一篇篇内容、一条条视频，不会直接说你应该买什么，而是通过视频里将一杯拿铁放在白色托盘上，房间被早上阳光照射进来，旁边点着香薰蜡烛，配上一句要好好爱自己的文案。此刻看到这里呢，你完全不需要听到有任何的推销词语，因为你的大脑已经自动将这种画面变成了一种憧憬，然后你开始下单，只是想借由这些物品去模仿出视频里的那种生活状态。一段视频里表现出来的精致感，都在为要卖的产品打造出来的使用场景。你在某天刷到了租房改造的视频，一开始呢只是无聊随便看一下，谁曾想过第二天打开手机，推荐页上就出现了各种提升生活幸福感的好物，大学生宿舍好物分享，高性价比的房间布置清单等等。从本来什么都不打算买，直到看了几支视频后开始对比起收纳柜的尺寸、玄关处的空间，最后再默默下单了好几件商品。你说你不清楚为啥买它，只是觉得家里好像缺点什么，对吧？房间这个角落里确实要买个装饰。在你拥有这些想法之前呢，其实你心里从未有过对于这件物品的需求。正因为有社交平台为你搭建起了一个想象空间，所以才有了你看到这个想买那个想要的想法。你总是抱着那种只要我也拥有这件物品，生活就会变得不一样的幻想，所以每次刷到推荐视频才会那么心动，那么容易被说服。让人失望的是，你花钱买回来的那一刻，那些物品在你生活里不会自带滤镜，也不会改变你的情绪状态，到最后你只不过是多了一件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工具。现在的商品呢，也早就不是卖它的功能有多好有多强，卖的是一种标签。家里摆着一个香薰蜡烛代表疗愈，燕麦杯代表健康，原木桌子代表极简主义。所以别再觉得是你在掌控消费，其实是各大平台早就把你的小心思和偏好记录在了他们的系统里。听我讲了那么多，我相信大家也已经习惯了被平台算法推送过来的内容，明知道自己被某件商品种草了，还是会控制不住点开商品链接，一边犹豫着真的有必要买吗，一边手指已经不自觉滑到了下单键。所以问题的根源其实不只在于平台，而是在我们自己身上。平台只是提供了一种快捷的渠道，让你更快达到你想要的生活方式，你想买的东西。那问题在于的是，我们太渴望改变，不是那种脚踏实地的去解决问题的改变，而是那种花一点小钱就立刻能让你生活感到不一样的改变。那消费则是最快的方法。你可能觉得自己生活状态很乱，奈何又没精力去处理，于是呢就买了一个桌面收纳架，并在心里安慰自己，你看我的空间瞬间变得整洁干净了。你想变得自律，就去买了一本笔记本，打卡每天你要做的事情。买了之后呢，只写了寥寥几行字后，再也没有写过了。你想督促自己多喝水，买了一个外形花里胡哨、体积又大又重的水瓶，
频。说实在的，这些东西呢不是真正的解决方案，你只是在做一个购买完成的动作。因为社交平台上太多这种内容，就是看上去没有花太多钱，但就是很会过生活的人，然后评论区全是杯子在哪买的，睡衣是什么牌子，你并不认识这个人哈，纯属就是靠他视频的画面让你认为这些物品很容易获得。你不会因为哪个富二代开了一辆几百万的车心动，但你会因为视频中用的那块木质托盘、那套传单、那台扫地机器人，然后你就会去一键下单，让你离想象中的生活更进一步。我们的大脑呢，已经不会停下来去思考到底需不需要，而是习惯了通过购物去缓解你的情绪。因为现在的生活节奏太快了，我们很难拥有完整的放松时间，因此购物就成了及时的情绪奖励。所以你看，我们总是会认为购物是一种选择，可你会发现自己其实根本没有参与任何东西，你只是刚好点开了某条视频，被某个场景所吸引，被某个词语所打动，简单点一下链接就能完成整段消费的动作。到最后，可怕的不是你多买了一件没用的东西，而是你已经习惯了靠消费来构建你对自己的认知，你开始用物品去定义你是谁，只有买的越多，才能越接近那个理想的生活状态。好了，这个就是以上今天所有内容，希望今天的主题能激发你的思考。如果喜欢今天这期视频，不要忘记关注和点赞，是对我频道最大的支持。那我们下周视频再见，拜拜。